刚才聊了古代的中医外科手术，现在我们来聊聊现代的中医外科手术。我们最早那2期视频当中有提到一个中医退烧的案例，叫做柳枝泡水能退烧。后来呢，英国的剑桥大学在柳枝里面提取出来了水杨酸，再后来就发展成了我们比较熟知的阿司匹林。提起这个柳枝泡水能退烧，就不得不说说柳树这种乔木，它的浑身上下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入药。比如最著名的就是柳枝接骨，你没听错，柳枝接骨。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那个超英赶美的伟大时代，中华大地上曾经掀起过一波学中医的浪潮，人人学中医，个个懂针灸。国家卫健委主办的权威医学报纸叫做《健康报》，在1958年登过这样一篇文章，是说武汉有一名中医医师用传统的中医手术方法柳枝接骨为一名印染工人做了左下腿胫骨的骨折手术，而且手术非常的成功。左下腿胫骨就是小腿内侧比较长的那根长骨。关于这个柳枝接骨的方法，我们一会儿会聊到。顾名思义，跟大家心里面想的差不多，就是用柳树的枝干代替人的骨头去治疗骨折。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有点疑惑？你就觉得这个大夫他是一木匠，他们修理人的方法跟修理桌子椅子也差不多。有趣的是，这个大夫和患者他俩都姓刘，大夫叫做刘达夫，发达的达，大夫的夫；患者叫做刘礼修，不是刘修理，是刘礼修。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组合，叫做刘大夫修理刘礼修。这个刘达夫啊，是武汉市中医院中医正骨科的一名大夫，平常啊就比较喜欢研究这些古典医书，非常热衷的去发掘祖国的医学瑰宝，希望可以从这些古典的记录当中吸取一些宝贵的经验，再配合上自己正骨科的专业，他立志要把传统中医骨科的技术引入到现代医疗体系当中。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次，刘大夫从中医的古典秘籍当中突然找到了柳枝接骨的技术，他如获至宝，于是迫不及待地跟自己的同事一起，在一只小狗身上进行了狗体实验，完成了现代中医外科手术史上的第一次柳枝接骨实验。可是造化弄人，手术结束之后，因为无人看管的关系，这只狗子麻醉清醒的过程当中跑掉了，所以刘大夫很遗憾，并没有拿到实验结果。不过咱们应该还是要往好处想，毕竟文章里面写的是跑掉了，所以这个狗的腿应该是好了，跑掉了。第一次实验结束之后，刘大夫跟他的医院领导去汇报，领导表示大力支持。最后在医院的支持之下，刘大夫又先后4次进行了狗腿实验，最终在第4次成功完成了手术。我在想，还好刘大夫的实验对象是狗，不是马，要不然接上柳树腿的马不就成了木马？在第4次柳枝接骨手术之后，狗腿成功复原。根据文章介绍，又过了一段时间，经过解剖发现，狗腿里的柳枝完全变成了骨头。也就是说，这只狗经过柳枝接骨之后，并没有变成木狗，还是一只田狗。动物实验取得圆满成功，可是刘大夫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还徒增了新的烦恼。原因是一直没有一个骨折的患者愿意接受他这个新兴的柳枝接骨的手术。那你想，动物实验都成功了，却迟迟不能在人体实验当中取得进展，这放在任何一个科研人员身上都有一种郁郁不得志的情感。尤其是刘大夫背负着中医伟大复兴的使命，更是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刘大夫就这么等啊等，等啊等，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啊，不，等到了自己的骨折天使。1958年的6月17日，开头我们所说的那个印染工人刘礼修，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刘大夫柳枝接骨的先进事迹，于是拖着自己胫骨骨折的小腿来到了武汉中医院，找到了这位刘大夫，声称自己愿意作为第一个接受柳枝接骨实验的小白鼠。就此也就有了健康报上所刊载的这篇著名的柳枝接骨实验。要我说，还是咱们工人阶级有勇气有力量，愿意为中医复兴的事业献出自己的小腿。实验对象有了，接下来我们帮刘大夫去盘点一下实验器材。新采柳枝1根，粗细与骨头相等，普通骨科截肢所需器材1套，另加柳枝钻孔器以及削柳枝道具各1支。最后最重要的道具是雄鸡1只。看到雄鸡1只这块，我就有点坐不住了。知道的以为是做手术，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做法呢。茅山道士表示，这个我熟。好，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一切就绪，我们直接进入手术过程。第1步，做腰麻平躺手术台；第2步，患者皮肤常规消毒；第3步，手术野区铺好消毒巾；第4步，在创口处进行扩创修理，暴露骨折折端；第5步，断端锐利处用骨锉磨平；第6步，用柳枝量成骨质缺损状，做成短棒；第7步，将柳枝嵌入骨折断端；第8步，将雄鸡关血滴入柳枝接骨处，
这个在伤口上滴雄鸡冠血的做法是明代李时珍的手笔。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个李时珍，他写的这个《本草纲目》创立了万物皆可入药的传统，所以雄鸡鸡冠上的血入药滴在伤口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之所以用雄鸡的鸡冠血，是因为他觉得雄鸡的鸡冠是鸡的精华之处，而且鸡冠子是红的，凡是红的东西属于阳中之阳，能克阴，能辟邪。好的，来到第9步，将雄鸡大腿内侧取下一块皮肤，置于患者伤口处，用线缝合。第10步，伤口周围撒半夏粉和银翠散，再敷半松膏，包扎绷带，夹板固定。这个半夏粉是一味草本中药，可以用来治疗鸡眼。这个银翠散就比较复杂，我去查了一下，是说白贝壳、橄榄核还有含水石以及梅花冰片磨成粉混合在一起。那含水石又是个什么东西？含水石是一种硫酸盐类的矿物晶体。我看了看这个银翠散的功效，一般就是说下体比较潮痒的时候可以把它敷在外面。然后在这个手术当中呢，我觉得它大概是用来止血或者说防止伤口潮湿用的。最后一个半松膏是一种松脂，具有杀菌止痒、软化角质的功效。各位可能也发现了，整个手术的过程，除了用柳枝、撒鸡血以及撒药粉的这3个过程，这其实就是一台非常现代化的西医外科手术。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刘礼修的患者能够成功的从手术台上下来，也得益于整台手术是一种西医框架下的手术过程，或者说得益于现代医学的手术技术和标准。在评价华佗的医术很先进的时候，用的方法其实也是我们现代医学的消毒方法，知道他要把刀用火烤一下去消毒。我们在评价中医的这些方法很先进的时候，其实用的框架也都是西医的框架。根据文章介绍，刘礼修在接受柳枝接骨的手术之后，恢复得非常良好。手术后的第7天就停止使用青霉素，手术后的4个月便能下地行走，然后就迅速恢复了劳动能力，回到了自己的印染战线上。中医接骨手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可以说已经赶上和超越了世界先进水平。又有权威媒体的报道，一时间柳枝接骨这项技术被舆论包装成了中医平替西医的成功案例，媒体争先恐后称其为已经失传多年的祖国医学遗产，以及祖国医学宝库里挖掘出来的珍宝。甚至还有媒体声称，柳枝接骨这项技术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骨科医学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就应该为柳枝接骨这项中医传统技术去申请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可能有碍于时代的关系，这些赞美都比较绕口。如果翻译成今天的语言的话，就是说柳枝接骨这项技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外科手术。你以为故事到这儿就完了吗？并没有。Later， 中医平替西医不仅是医学的胜利，更是民族精神的胜利。为了快速推广这一重要成果，武汉市迅速制定了柳枝接骨教学计划，还成立了柳枝接骨技术培训班，甚至还成立了柳枝接骨写作委员会，用来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有效地推广该项技术。如果我是这个柳枝接骨写作委员会的会员，我连广告词都想好了。中医接骨哪家好？中国武汉刘大夫。在接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国几乎所有省的各大医院都派出了专门的医疗团队前往武汉中医院学习这个柳枝接骨的技术，并在后来的临床过程中，在超过500名患者的身上进行了柳枝接骨的实验。故事发展到这里，理论上应该画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句号。多年以来一直被西医所把守的最后一道临床医学的大门——外科手术，终于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被中医打破了。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中医外科手术的一次高光时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医外科手术从此之后就能迎来伟大的历史新篇章。可是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刘大夫的柳枝接骨手术在此后的几年间接连暴露出严重问题。首先，有关柳枝接骨手术当中的柳枝能否骨化一直存在的争论，因为你想，这个柳枝和骨头这俩东西它完全是不同的结构和材质。柳树枝干它其实是一种植物纤维，但是人的骨头是钙镁等等这些矿物质元素的堆积物。你要是说树干和骨头能够石化变成化石，这个倒符合科学上的逻辑。可是你要说树干和骨头它俩能够相互转化，这差不多就颠覆了我们所学的物理和生物学知识，甚至颠覆了我们赖以信任的时间和科学。可是刘大夫和他的团队坚信这个柳枝可以骨化，还给出了他们口中唯一的证据，说这是中华传统医学的精华，它一定能转化。你听听，这是中华传统医学的精华，所以它能够骨化。意思是说，不要用现代医学的那一套来解释中医，我们的中医不搞西方那一套。60-70年过去了，刘大夫的这套说辞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依然甚嚣尘上。其次是这个柳枝接骨在临床上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有全国各地的大夫和患者纷纷反映说，这个柳枝接骨后的柳枝在转化成骨的过程太过漫长，而且形成的骨质与人的骨骼差异巨大，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接骨。
根据第四军医大学的临床研究显示，所谓柳枝接骨当中的柳枝根本就不能与骨头相连，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滴上去的积血还有可能造成创面的感染。最后，最大的争议来自第一个患者，柳枝接骨的0号病人刘礼修。被刘大夫认定为手术成功的刘礼修，在2年后的 X 光复查当中发现，植入他体内的柳条完全显影，这意味着柳条根本没有变成骨头，最终不得已又开了一次刀，把这个柳条给它取了出来。而且刘礼修不知道的是，在他之后，刘大夫及其团队在此后的所有人体接骨的实验当中，再也没能重复第一次的成功，甚至还有大量的患者在接受刘大夫的柳枝接骨手术之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根据统计，这个柳枝接骨手术在武汉市中医院一共进行了190多次，其中有50多例在手术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柳枝脱落的情况，有超过一半的患者并未发生柳枝骨化的现象，甚至还有人因为柳枝接骨手术最后导致截肢。到1959年的年中，武汉市卫生局紧急叫停了一切人体柳枝接骨手术，并宣布只能在动物身上做实验。1年前，舆论声称要替代西医的外科手术，要拿诺奖的柳枝接骨中医传统技艺，迅速的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此事之后，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经过柳枝接骨的500多人当中，有100多人致伤致残，其中大量患者不得不2次开刀取出柳条，吃2茬苦，受2茬罪。这当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来自上海，在接受手术的时候只有8岁。柳枝接骨手术之后频繁的出现感染，在手术后的第11年，不得已又开刀将柳枝取了出来。8+11，2次手术的时候，患者已经长到了19岁，整个人体的骨骼已经到了闭合的状态。不用问，这个小患者将会落下终身残疾。好，这个故事就讲完了。可能有人到现在还很疑惑，为什么就不能用点钛合金呢？当年没有钛合金的话，总得有个不锈钢吧？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得结合时代。在那个超英赶美的伟大时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把自家的锅碗瓢盆拿出来去炼铁炼钢，所以不难想象在刘大夫所待的那个医院，除了手术器材之外，可能真的找不出来任何一块铁，任何一块不锈钢了。于是呢，他突发奇想，想到这个柳枝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了，因为杨柳这个树木它还是有一些特点的。什么特点呢？不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特点。就是说，随手一根柳枝插到泥土当中，它都能茁壮的成长。可见杨柳这个树木，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在乔木植物当中是非常罕见的存在。所以，中医的古籍以及刘大夫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杨柳好成活的特点，最终选择了它呢？除了各种猜想之外，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我小时候上学，父母在城里面做生意，一到暑假寒假的时候，就会把我送到乡下去。到了乡下之后呢，我们家对门有一个大爷，他喜欢抽这个手卷烟，每次卷完了都要在嘴唇上去把这个烟纸用唾沫蘸一蘸，然后好好给它卷起来。他有一个儿子是一个木匠，还有一个孙子大概是3、4岁，叫做昭昭。这个昭昭呢，言传身教，喜欢帮他爷爷去卷这个手卷烟，也学着他爷爷用唾沫去蘸这个烟纸，然后给它卷起来。后来呢，昭昭他爸给昭昭做的一个小木马断了，昭昭就拿着这个断掉的小木马给上面吐唾沫，吐完了之后往一块粘。我在那儿看了几分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带着昭昭上他家找了点木工胶水，这才给他粘到一块。回到这个传统中医柳枝接骨的故事，但凡上过初中的孩子都知道，柳枝不可能变成骨头，积血也不能拿来当胶水。可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人学中医，个个懂针灸的年代，全中国的人都像孩子一样充满了想象力，他们天真的认为唾沫可以沾卷烟纸，同理，唾沫也可以沾木头。有趣的是，孩子靠想象力去探索世界，可怕的是，中医靠的也是这种想象力。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祝各位健康喜乐，我们下期再见。